48万辆交付，明明高出市场共识预期将近 18%， 照理说股价应该兴高采烈，可特斯拉偏偏在数据公布后直接掉头向下，跌去了将近 7%。 很多人看到这里会彻底困惑，数据这么漂亮，为什么主力资金却在疯狂套现？更危险的问题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是不是还在用3年前的旧尺子去衡量今天的特斯拉？当散户还在为去库存成功欢呼雀跃时，掌管着天量资金的华尔街量化基金却早已盯上了特斯拉财务报表底层那颗正在滴水的利润毒药。如果你手里持有特斯拉的股票，或者买了哪怕100块钱的纳指标普500基金，听好了，这一次特斯拉的交付超预期，根本不是一场新长征的开始，而是一场用利润率换取规模的防御性撤退。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不兜圈子，直接用最严密的财务穿透和底层代码逻辑，为你起底决定特斯拉下半年股价顶部与底部的3大硬核内幕。首先是 0.99% 低息金融的财务食肉效应，这28000辆去库存车究竟吃掉了特斯拉多少单车利润？其次 HW3 硬件上的模型蒸馏救赎， FSD Facelight 究竟是如何在144 TOPS 的老旧芯片上强行塞进高维度 Transformer 矩阵的？最后年化250亿美元 Capex 的折旧弹簧，当巨额算力开支进入折旧周期，特斯拉的 GAAP 利润率底线究竟在哪里？这是一期没有废话，全网最硬核的特斯拉基本面拆解。欢迎点赞、订阅智行投研室，并打开小铃铛。我们现在开始为你拆开这本真假难辨的特斯拉账本。我先把判断摆在前面，交付量正在决定特斯拉估值的底， FSD、Robotaxi 和 AI 商业化才在决定它的顶。底如果不稳，再大的故事也会晃；顶如果打不开，销量再漂亮也很难支撑长期溢价。这正是这次市场反应最容易看错的地方。新闻标题只告诉你2季度交付48万辆，市场共识大约 40.6 万辆，超出幅度接近 18%。 单看这组数字确实够亮眼，可资金交易的从来不只是数字本身，还会交易数字出现之前大家已经压了多少预期。交付数据公布前的1周，股价已经上涨约 12%， 好消息落地以后，市场反而出现约 7% 的回撤，典型的利多兑现。这不等于资金否定了48万辆，更准确的说，市场不愿意把一次超预期交付直接外推成利润全面回升，更不愿意马上把它写进未来几年的估值。数据过关了，后面的验证才刚开始。如果把时间拉回到2025年，这种谨慎就不难理解。那一年特斯拉汽车交付约 163.6 万辆，同比下滑 8.6%。对一家长期按高成长定价的公司来说，增长停顿会迅速压缩估值。偏偏在汽车承压的时候，储能业务却交出 46.7 吉瓦时的部署量，同比增长约 49%。 这个反差很重要，它说明特斯拉并非所有业务同时减速，但资本市场给它的高估值仍然主要记在汽车规模和软件想象上。到了2026年上半年，累计交付约 83.8 万辆，同比增长 16.3%。汽车业务显然在修复，可我更倾向于把它理解成预期从过度悲观的位置回到正常区间，而不是一场已经坐实的新增长周期。这两种理解听起来只差一点，估值含义却完全不同。预期修复可以推动一段行情，持续增长则需要订单、售价、毛利和现金流共同确认。很多投资者容易把前一种变化当成后一种结果，交付量也不等于利润。汽车卖得更多，当然比卖不动好，可每一辆车是以什么价格卖出去的，为了成交付出了多少低息补贴和促销成本，才决定这些销量能给股东留下多少利润。这一轮需求修复很大程度上伴随着低息金融方案、区域优惠和库存调整，他们可以降低消费者眼前的购车门槛，也会把一部分成本留在特斯拉的利润表里。表面是需求回暖，毛利率却可能没有同步回升。车型结构也在提醒市场保持克制。Model 3和 Model Y 在交付中的占比高达 97.4%， 主力车型放量有利于规模，却很难像高价车型那样抬高平均售价。销量越集中，价格竞争带来的影响也越直接。我真正关心的不是48万辆够不够漂亮，而是每辆车的收入和利润有没有被促销稀释。如果交付创出惊喜，单车收入却继续下滑，市场就会认为公司是在用价格换数量，
估值自然不会轻易上台阶。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二季度产量大约 45.2 万辆，交付却达到48万辆，中间相差约 2.8 万辆。这意味着当季交付里有一部分来自此前已经生产但尚未交到客户手里的库存车。去库存本身不是坏事儿，库存下降可以释放现金，减少仓储和折价压力，对经营反而有帮助。可它也说明这次交付超预期不能全部解释成当季产能和新增需求突然跃升，数字的纯度需要打一点折扣，还要看这些库存来自哪些地区、哪些配置。如果去掉的是较早生产、折扣更高的车辆，现金回笼会改善，单车利润却未必好看。如果热门地区的现车明显减少，才更接近需求强度真的在回升。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股价没有追着交付量大涨就说得通了。交易层面，利好提前反应；经营层面，市场担心促销侵蚀利润；库存层面，交付包含去库存；估值层面，资金还在等 AI 业务兑现。这里不要急着把市场理解成悲观，市场只是把问题问得更细了。过去大家常问特斯拉还能卖多少辆车，现在更常问的是这些车能赚多少钱，又能不能成为软件收入和自动驾驶网络的入口。这也是特斯拉估值最特殊的地方。按传统车企看，它要面对价格竞争、车型周期、产能利用率和资本开支；按 AI 公司看，市场又愿意为 FSD、Robotaxi、Optimus 和数据能力支付更高的远期价格。两套定价放在同一只股票里，波动自然会被放大。汽车业务稍弱，资金会质疑安全边际； AI 进度稍慢，资金又会下调想象空间。同一份交付数据，在不同叙事里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解释。我的判断是，2026年下半年的特斯拉不缺故事，缺的是故事与财务报表之间的连接。市场已经听过很多技术路线，也看过不少演示，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技术进展能否转成订阅收入、运营数据和自由现金流。所以7月22日附近的二季度财报会成为重要验证点。交付数字已经公布，悬念转移到了收入质量。按照48万辆交付和车型结构估算，汽车业务收入大致可能落在205亿到215亿美元之间，对应到单车汽车收入大约是4.25万到4.45万美元。这个区间如果明显偏低，就要检查价格优惠是否比市场想象的更激进。如果能够守住，也说明需求修复没有完全依赖降价。比收入更有分量的是汽车毛利率，剔除监管积分以后，如果能守在 18% 到 20%， 我会把它视为基本合格。含监管积分若在 20% 到 21.5% 之间，市场也有理由认为利润底部正在稳定。如果剔除积分后的汽车毛利率超过 20.5%， 说明成本控制、产品结构或定价能力中至少有一项好于预期。可要是数字贴近 18%， 甚至继续下探48万辆的含金量就会被重新审视。监管积分还要单独看，它能带来高毛利收入，却并不完全代表消费者愿意为产品支付更高价格。只看包含积分的毛利率，容易高估汽车业务自身的赚钱能力，这也是财报公布时最常见的误读之一。我会把毛利率和自由现金流放在一起看，利润表可以受到确认节奏、积分收入和会计项目影响，现金流却更难回避真实投入。特斯拉正在加大 AI 基础设施、算力、工厂和新产品的投资，钱会持续流出去。公司全年资本开支预期超过250亿美元，这个规模不是一句投资未来就能轻轻带过。AI 训练、推理算力、Robotaxi 车队和 Optimus 都需要前置投入，回报却不会在同一个季度整齐出现。这类投入有双重含义，花的少，市场会担心公司错过技术窗口；花的多，市场又会追问现金从哪里来，回报什么时候出现。真正让资金紧张的往往不是资本开支高，而是主营利润和现金创造能力跟不上投入速度。资本开支还会逐步转成折旧，设备买下来的当季现金先流出，投入使用以后折旧又会进入成本。也就是说，今天看到的现金压力可能在未来几个季度继续影响利润，市场不会只看一次支出。我还会留意在建工程和设备投产节奏，如果大量项目长期停留在建设阶段，说明资金已经占用，收入却还没产生。
等到项目集中投产，利用率能否快速爬升，又会决定这些资产是生产工具还是沉重负担。如果汽车毛利能够稳住，能源业务继续增长，自由现金流没有明显恶化，那么高资本开支可以被理解为扩张。如果利润继续被促销压缩，现金流又同步转弱，同样的250亿美元就会变成估值压力。说到 AI FSD V4Lite 是下半年很有分量的一条线索，它最吸引市场的地方不只是版本号更新，而是特斯拉试图用模型蒸馏，让原本面向 HW4 硬件的大模型能力尽可能适配数量庞大的 HW3 车辆。模型蒸馏听着很技术，其实可以用手机理解。苹果推出新的 AI 功能，最新机型能跑完整版本，老款手机算力有限，就运行经过压缩的轻量版，功能未必完全相同，但旧设备不至于立刻退出生态。对特斯拉来说，这件事的商业价值很直接。道路上已经有大量 HW3 车辆，如果这些车的软件体验还能继续改善，公司就不必等车主换新车，便有机会从现有车队中提高 FSD 订阅和软件服务收入。汽车销售是一锤子收入，软件订阅更接近持续收入。车辆保有量越大，能被激活的付费用户池就越大。哪怕订阅率只改善一小段，落到数百万辆存量车上，也可能形成可观的高毛利收入。但这里必须踩一下刹车。V4 Lite 能改善 HW3 体验，不等于 HW3 会因此变成无监督 L4 或 L5 级 Robotaxi 的主力硬件。轻量版的意义是延长旧车的软件生命，不是抹平硬件算力和传感能力的差距。我提醒大家，不要把能够运行自动翻译成能够完全替代。真正的验证要看真实道路中的接管率、稳定性、复杂场景表现，以及监管部门是否允许更高等级的自动驾驶责任转移。从估值角度看， FSD 最诱人的地方是软件毛利，但最容易被高估的也在这里。版本发布只是起点，付费渗透率、活跃使用率、续订率和事故责任成本才决定它能不能成为稳定的利润来源。如果新版体验明显进步， HW3 车主愿意重新订阅，软件收入的边际成本又保持较低，市场会给这条线更高权重。反过来，如果体验改善有限，用户试用后很快取消，技术新闻就很难转成财务结果。 Robotaxi 的判断也一样，不能只盯着开通了多少城市，城市数量很容易传播，运营密度却更接近商业实质。一个城市里只有少量测试车辆，与形成稳定接单网络完全是两种生意。我更想看的是每座城市有多少车在跑，每辆车每天完成多少订单，乘客等待多久，人工接管率降到什么水平。数据一旦具体，故事就会变成可以测算的模型，也会暴露出此前被口号遮住的问题。单车经济账同样绕不开，车辆利用率、充电时间、清洁维护、保险、远程支持和折旧都会影响每一英里究竟能留下多少钱。订单很多并不自动等于利润高，运营成本可能比想象中更黏。还有一个容易被低估的问题是供需两端能否在同一时间匹配。 Robotaxi 早高峰可能供不应求，夜间却有大量车辆闲置，平均订单看起来不错，空时里程和低谷利用率仍可能吞掉利润，定价也不会永远由特斯拉单方面决定。网约车平台、传统出租车和其他自动驾驶运营商都会参与竞争。如果为了扩大订单持续降价，技术领先未必马上变成高回报，规模越大，价格策略越需要克制。测试车队可以靠工程团队精细照看，规模扩大以后却要面对真实城市的长尾场景，暴雨、施工、临时交通指挥和模糊路权都会把系统从演示环境拉回现实，后面这个差距才是商业化速度的关键。欧洲市场则要看监管节奏，荷兰 RDW 的初步认可可以被视为积极信号，但它不是整个欧盟同步放行。按当前审批进度，更广泛的政策表决可能要到10月以后，时间表仍有变化空间。监管像自动驾驶的刹车系统，它会拖慢扩张，却也决定业务能不能长期运行。市场在情绪高涨时，容易把单个国家的进展外推成整个欧洲开放，这种外推一旦落空，股价就会重新消化时间成本。我对欧洲 FSD 的观察不会只停在批了没有，更有用的问题是批准范围覆盖哪些道路和驾驶场景，驾驶责任如何界定，软件能否收费，出现事故后由谁承担法律与保险成本。
这些细节听起来没有发布会那么兴奋，却会直接影响收入确认和利润率。自动驾驶商业化不是把软件推送到车里就结束，它还要通过法规、保险、责任划分和消费者信任这一连串关口，能源业务也不能被忽略。2025年储能部署增长约 49%， 说明特斯拉在汽车之外已经有一条真实扩张的收入线。电网储能需求上升 ，Megapack 等产品有机会提供新的增长支撑。可我不会因为能源增长快，就立刻把它当成汽车业务的完全替代。能源项目的收入确认、设备成本、项目周期和竞争结构都不同，它能增加估值的稳定性，却很难在短时间内接管汽车与 FSD 承担的全部期待。把估值拆开看，汽车业务更像地基，能源业务提供另一根支柱。FSD 和 Robotaxi 则决定市场愿意把楼盖多高，地基决定公司能不能扛住周期，楼层高度决定股价会不会享受远高于车企的溢价。偏乐观的路径并不复杂，汽车毛利率守住 FSD 订阅数据改善， Robotaxi 运营密度提升，能源继续高增长，自由现金流还能覆盖大部分投入，几条线同时推进，市场就可能重新提高对特斯拉的定价。可更常见的情况可能没有那么整齐，销量修复，毛利率只是勉强稳定， FSD 持续更新却缺少付费数据， Robotaxi 增加测试区域，单车经济账仍不清楚。股价会在汽车底和 AI 顶之间反复拉扯，压力较大的路径也要留在框架里。如果交付主要依靠促销，剔除积分后的毛利率明显下滑，自由现金流承压， AI 投入又暂时看不到回报，市场会降低远期溢价，把更多权重重新放回传统汽车业务。这三种画面并不是让你猜哪一种必然发生，而是提醒你每一种价格走势背后都需要相应的数据配合。没有数据支撑的乐观只是情绪，忽略技术进展的悲观也可能低估公司正在积累的变化。普通投资者最容易犯的错是把股价当天的涨跌当成事件的结论。财报后上涨不代表所有问题解决，交付后下跌也不代表公司失去价值。价格反应常常混合了预期仓位和短期交易，估值里还有时间这一层。即使市场相信 FSD 和 Robotaxi 终将产生收入，兑现是在1年后、3年后还是更久，今天对应的价值差别很大，利率越高，等待越久，远期利润折回当前就越不值钱。我建议把7月22日前后的观察重点收窄，先看剔除监管积分后的汽车毛利率，再看单车收入是否稳定。只要这两个数字能对上，48万辆究竟是高质量增长还是促销换量，就会清楚很多。接着看自由现金流与资本开支的距离，挨菜投资可以压低短期现金流，但经营现金流不能长期跟不上扩张。如果差距持续扩大，融资需求和估值折现都会进入市场讨论，波动也会随之增加。FSD 不要只看版本发布，要看订阅率、用户使用强度和 HW3 实际体验。Robotaxi 不要只看地图上的城市数量，要看车队规模、每日订单、接管率和单车成本。指标越接近真实运营，判断就越不容易被宣传节奏带走，还要留意市场仓位。好消息公布前，如果股价已经连续上涨，期权隐含波动率快速抬升，利好落地后的回撤并不稀奇。资金提前拥挤会让一份不错的数据看起来像坏消息。反过来，当预期已经压得很低，只要毛利率或现金流没有继续恶化，股价也可能对一份普通财报做出积极反应。市场交易的是预期差，不是给财报打绝对分数。理解这一点，很多反常波动就不再神秘。所以我不会急着给特斯拉贴上重新起飞或故事结束的标签，它正处在汽车业务修复、AI 投入加速、监管逐步验证的交叉位置。任何单一数据都不足以替整个下半年下结论。我最想让你带走的是一把更合适的尺子。交付量看安全边际，毛利率看销量质量，自由现金流看投入承受力， FSD 订阅看软件变现， Robotaxi 运营密度看商业化真伪。沿着这把尺子去看，特斯拉的很多争论会变得更清楚。多头讲的是估值上限，空头盯的是盈利下限，双方经常各说各话。真正影响股价的是上限能否逐步兑现，下限能否持续守住。下半年最重要的变化不一定来自某一条轰动新闻，而可能来自几组并不起眼的数据。毛利少降了1个百分点，订阅率多走了一小步，接管率继续下降。
现金流没有市场担心的那么弱，这些变化单独看都不够刺激，放在一起却会改变资金的估值模型。市场重新定价往往不是等到所有答案公布才发生，而是在证据逐渐朝同一方向累积时提前调整仓位。当然，证据也可能彼此冲突，销量好、毛利差、技术快、监管慢、能源强、现金流弱，这些组合都会让股价维持高波动。面对这种公司，保持观察框架比追逐每一条消息更有价值。回到开头那48万辆，它说明特斯拉的汽车需求并没有像悲观预期那样继续滑落，也给估值提供了更稳的底。但它还没有证明利润全面修复，更没有替 FSD 和 Robotaxi 完成商业验证。交付是底， AI 是顶。这句话真正要表达的，不是让你在两种叙事里选边，而是提醒你同时检查两端。只讲汽车会低估可能的技术溢价，只讲 AI 又容易忽略现金流和盈利约束。你更看重二季度财报里的毛利率，还是 FSD 与 Robotaxi 的运营进展？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说说，你认为市场正在重新定价，还是只在交易一轮预期修复？如果你喜欢这种冷静拆数据的方式，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市场里没有谁能替你承担结果。这期内容依据现有公开信息和个人研究整理，只提供观察角度，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特斯拉的估值对预期变化非常敏感，做判断前请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并保留独立思考。